哎呦，各位快讯啊，快讯！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，Funded XYZ 竟然换了新规则，哇！我在想啊，前几个星期我才拍了这个讲解他们的最新的规则，也哪里知道今天早上呢，他就换了一个更加新的规则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我们要怎样子去看待这一个换规则的东西，然后呢有什么样的贴士给大家？我是准备一些惊喜在后面的，所以记得你要看完，好不好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旧的规则的话呢，我们的 profit target 是在10%，还记得吗？也就是讲说，我们必须要赚到10%，我们才能够通关。OK， 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的账户有了一个整体7%的亏损的话，那我们就会面临失败考试。OK， 所以这个是旧的，这两个，这个跟这个。好，他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，Ymode OK 更换了这一个东西。首先，第一，它更换的东西就是它的 target profit 竟然降到7%。OK， 第二个，它进行更换的东西就是 maximum loss， 也就是我们的最大回撤，降到了不是降，其实是提升了1%到了6%。也就是讲说，原先呢，如果你是1万的户口 ，OK， 如果你有一个亏损700的话呢，你才会面临失败。但是现在呢，它是当你达到了600。也就是6%的 drawdown， 你的考试就会失败了 ，OK。但是相反的，你的 profit target 竟然整整的降低了3%，所以这个改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有准备了一个惊喜给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数据和统计。OK， 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我个人做了一些统计过后呢，究竟它这个改动对我们好还是不好？然后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东西？以怎样子的一个盈亏比还是我们要怎样子去经营我们的策略，那我们就可以更快速的通关，好不好？所以用数据来去告诉大家。首先呢，第一 ，OK， 旧版本 Ymode 呢给我们的最大 drawdown 是7%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的 profit target 呢是10%，好，那么现在呢它就变成了缩短了这个 gap，你可以看到从10%降到了7%，这个对我们来讲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。OK， 虽然说它的 maximum drawdown 整整提升了1%，但是其实1%的差距其实并不会说很大。所以整体做了一个统计过后呢，我们发现到说它的整体的难度系数是从 1.42 OK 降到了 1.16， 整体降低了18%，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更有优势的，好不好？那么呢，其他的规则是没有任何的变化。OK， 那今天如果假设说我个人要这样子经营的话呢，这有一个小小的贴士。首先，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个人呢会是使用每一单的风险在于1%，也就是讲说每一张单最大的亏损我会把它 cap 在就是-1的情况下，好不好？然后呢去经营。OK， 这样重点来了，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每一张单它的最大的这个风险了过后，那我们的盈亏比究竟要是用多少会比较好？每一个人一定想说，越高越好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比方说盈亏比1:3、1:4、1:5 whatever。OK， 但是你不要忘记OK， 它的这一个规则还是有在，也就是每日最高盈利的限制，也就是我们的 maximum daily profit 它只允许你一天呢最多有一个 profit 3%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因为这一个机制的情况下，你没有办法去做太大的这个盈亏比的单，好不好 ？OK。然后呢，每日最大的亏损还是一样保持不变，也就是在5%。好，所以我们继续看一下。所以呢，今天比起10%，你要达到7%呢，其实少了几个阶梯。你自己想看，如果今天它是维持在10%的话，你需要多少张单，你才可以通过，对不对？最快的话可能都要4张单，但是今天它降到了7%，也就是什么？你整整降了一张 full 3% 的单。你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你基本上是少爬一个阶梯 ，OK。那么，如果你会问我说，究竟我们的策略每一张单盈亏比应该用多少的话，这里我用一个简单的统计来告诉大家 ，OK。我的答案呢会是在1.2到 1.5 ，OK。但是你会发现到risk and reward 跟 1.2 之间，它的这个通关率就会整整提升了差不多20到21%，其实是一个质的飞跃。那么
如果当它1.2再继续往后走的话，你会发现到其实它的这个成长就慢慢的越来越少了，趋于越来越是平静，好不好？只有这里是一个质的飞跃 ，OK。所以呢，到最后呢，我做了一个总结啊。如果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想要去提高你的这个通关率的话呢 ，OK，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去寻找一个做回测，寻找一个策略。那么它的盈亏比呢是在1.2%到1.5%区间。那么我个人最大的亏损一张单会是在于1%。OK， 这样子去经营。那么如果我成功的话呢，其实在短时间里面要通过其实也不难了。所以呢，这些是我整体去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，然后呢分享给大家。OK， 所以大家要记得，最后做一个小总结。第一，你的策略你可以去做一个回测，然后去寻找到这个策略的胜率在50%到55%就可以了，你其实不用到很高。然后第二呢，盈亏比可以 cap 在1.2%到1.5%。OK， 那今天对于策略来讲，你要用一个很大盈亏比的策略，其实也不简单找，对不对？比方说，你想说我要找一个1:2、1:3、1:4的，可以吗？其实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有两个顾虑，第一的话就是你的daily profit 的 limit。OK， 第二，假设如果你的盈亏比是在3%。OK， 你的止损以现在的行情，你放一个3%的止损。那3×3的话，你需要等一个9%的一个波动，你才可以关掉一张单。那其实另外一个隐藏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什么？时间我们的时间会被吃掉，对不对？这样倒不如我去牺牲掉一些盈亏比，然后呢我去让那个它出现的次数会高一点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各位，好不好？当然，这些所有的东西呢，都是我个人的一个统计。OK， 个人的统计，没有任何的就是投资建议任何东西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在你开始之前，你还是要有一个整体的布局的，这样子。所以你要去通关这个 YMO 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成功率是会大大提升。所以好了，所以这个视频呢，其实就是要快速总结这一次的改动，然后究竟对于整个统计来讲，我们的这个难度是有提升还是降低？ OK， 那么在新的规则的情况下，我个人会使用一个怎样子的方法去攻略这一个模式 ？OK， 所以这里有简单的一个统计去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如果今天你是小白，你直接来到这个视频，你不懂我在讲什么，很简单，你还是要看回我前面的小白的系列 ，OK。但是说前面 XYZ 的视频，它的这个规则是旧的，这个是最新的。好不好？所以你只要听完前面的小白还有这些规则的视频，你来到这一个视频你才听得懂。所以呢，如果还没有的话呢，上面这里有一个连接跳出来，你可以点回去看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如果还没有订阅的人，记得一定要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帮我按赞分享出去给你身边的朋友，尤其是那些做交易，好不好？这样好的一个机会，这样子能够错过 ，OK。而且你要记得。XYZ 只有一个 face， 重点是只有一个 face，7% 就通过了，这个你去哪里找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大家去尝试一下这个考试的东西 ，OK。所以呢，投资有风险，大家还是要切记，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计划才开始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视频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